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2022年度爱用的脸部清洁产品分享。等一下我会分享脸部的卸妆产品，还有清洁的产品哦。今天的产品都是精选中的精选呢。那如果对以上的内容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喽。好，一样口红部分会先跟大家分享。今天我用了2款的唇釉，我是先用这一款 Etude 的打底，这个呢是不沾杯的，是05号颜色。好，这个也是在虾皮可以搜寻到哦，它是这一种颜色，是可以单擦的，偏向自然。另外呢，叠在中央的颜色是这一款 Roman 的05号色。好，那大家就参考一下我的嘴唇颜色咯。那这个颜色会比较鲜艳一点啊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分享的是卸妆油，这个是 Perito 的橄榄卸妆油，这个呢从来没有分享过，但是之前有在观众留言区有提到过，因为它的成分非常好，而且非常单纯。目前呢，我已经空瓶了，这个我有回购。我喜欢它的原因是成分很单纯，而且非常温和。卸妆部分呢，一般的底妆呢，它是卸得干净，但是比较防水的睫毛膏部分呢，可能就没办法一次就可以把它完全的卸干净。因为我自己使用的睫毛膏是比较难卸、比较防水的，我几乎每天都会使用它。这款卸妆油我觉得很适合敏感肌，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，因为它成分真的非常简单，全成分只有10种而已，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闻起来是有点像绿茶的味道，但是我估计它是橄榄油的香气啊。主要的成分添加了橄榄油、葵花籽油、荷荷巴油、甜杏仁油、葡萄籽油、维他命 E， 还有一些合成的油脂，成分是简单又安全，是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。这个卸妆油我觉得它质地会稍微厚一点，那个油分还蛮像一般的橄榄油的质地，但是乳化之后清洗干净是蛮清爽，又不会过于的拔干，有一点保湿的感觉。这个整体 CP 值使用感受都非常好，很推荐，也是我今年使用到的卸妆油里最喜欢的一款哦。卸妆部分我就分享完了。之后我要分享脸部的洗面奶，清洁部分我会分成早上跟晚上用不同的产品哦。早上的时候皮肤没有那么脏，所以我通常会用不会起泡的清洁产品哦。去年我用到最喜欢的洗面奶呢是这一款 Isntree 的3药洗面奶。这个已经大概用掉一半了，因为它的质地的流动性会再强一点，延展性会更好。通常我使用它的脸部跟手都是干的，我的使用方式是挤在手上之后就打圈，然后再加一点点水在手上，然后继续打圈，之后再冲洗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也不需要非常细致的清洗啊，因为早上稍微清洁一下就好。我觉得使用完它之后呢，脸部的柔软度会变好，它能够去掉皮肤表面的油分，但又不会过度清洁。清洗完之后脸部是干净，但是不会有拔干的问题。早上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洗面奶哦，一年四季使用都没有问题啊。它的成分大概只有27种，算是比较单纯的。主要的成分添加了葵花籽油、10% 的3药根提取物、花生醇，还有燕麦粉提取物、大豆提取物、大米提取物以及多种的植物提取物。它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。这个产品是非常温和，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。油性肌肤我觉得也是可以早上的时候使用的。它的卸妆效果目前我还没有测试，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种卸妆乳的产品呢，通常都会比较温和。我不是很建议用卸妆奶卸妆，感觉好像还是卸不干净，所以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用卸妆油。卸妆油其实它乳化之后呢，就可以卸得很干净，也不会有油的感觉。你就挑一些质地比较清爽的油分就好了。其实一般用完卸妆产品之后，还会用一些洗面乳去清洗干净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会造成毛孔阻塞啊等等的问题啊。我觉得都是很个人的。这个 Isntree 的3药系列其实还有其他产品，我都有购买，之后会慢慢分享哦。洗面奶呢，我最喜欢是刚刚的 Isntree 嘛。去年呢，我还有一款觉得很推荐大家使用，这款很适合敏感肌
介，这是 Dulce 的氨基酸洗面奶。那这洗面奶没有那么小瓶啊，这是 sample 而已。那一瓶也是按压的，我已经用完。这个洗面奶我之后还会回购，因为它的 CP 值很高，而且成分也是非常好。它的质地也是比较好延展开的，流动性比较强，而且使用感是非常温和。清洗完之后啊，它会有一个保湿的感觉。目前我觉得不起泡的洗面奶产品里面，洗完之后保湿度会比较好的就是这2款哦。Dulce 这一款呢，在虾皮比较容易买到哦，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。之前我有测试过它的卸妆效果，有兴趣可以看回那一集哦。它的全成分大概有35种，主要成分添加了澳洲坚果脂油、甜菜碱、维他命 E、多种的氨基酸成分。神经酰胺 MP， 还有牛奶蛋白提取物，它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整体的成分还有使用感受都很不错。卸妆的话，卸淡妆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还是建议使用卸妆油会比较干净一点。睫毛膏部分就完全没办法了，那这个就给你们参考。好，之后就是起泡的洗面乳部分哦。首先这款是 Hamish 的氨基酸洗面凝胶，它真的是 CP 值超高，它的质地是透明的凝胶状，起泡力是还不错的，清洁度很温和，但清洁力也还不错，算是所有肌肤1年4季都适合使用的。清洗完之后，脸部不会有拔干的感觉，而且它的全成分是全绿色等级的，主要的成分是氨基酸的起泡剂，另外还有添加积雪草提取物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全成分只有19种，非常单纯，很适合敏感肌使用。它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清洗的时候会有洁净感，因为有一些氨基酸的洗面乳清洗的时候会比较滑的，它是属于滑，但是又有一点清洁感。另外呢，它也是纯素配方哦。这一款洗面乳很优秀，我记得在虾皮买是200多台币而已，这个有150颗，真的很耐用啊，这个推荐给你们哦。接下来去年我用到第2名，最喜欢的是这一款 Maxun Master 温和洗面乳。这个洗面乳是 Maxun 跟 Yuna 合作的系列，它的成分也是比较单纯，全成分只有23种，主要成分添加了氨基酸的起泡剂、积雪草提取物、神经酰胺 MP。B5 玻尿酸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整体成分也非常好。这款也是很适合敏感肌使用哦。它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闻起来味道是有一点植物的香气吧，非常淡。它里面的内容物是凝胶状加一点点植物的碎片吧，有一点点偏咖啡色。那起泡力还不错哦，使用的感觉非常温和，冲水时候是有洁净感的。它的洁净感呢，会比 Hamish 的洗面乳更加明显。我感觉它的去油能力、清洁度会稍微高一些，但是它也是属于比较温和型的洗面乳哦。它会添加更多的保养成分，都是一些舒缓的成分呢。我觉得它的清洗的感觉、使用感受很好，而且它的成分也很不错，所以就推荐给你们哦。这个产品在 Maxun 的官方网站可以买到，在虾皮就有了，大家可以搜寻看哦。第3名我爱用的洗面乳是这一款 Isntree 的绿茶洗面乳。那这个洗面乳也是没有分享过，它也是氨基酸的洗面乳。我刚刚分享的2款都是氨基酸的洗面乳哦，它的总成分大概有30种，主要的成分添加了氨基酸的起泡剂、绿茶提取物、绿茶粉，还有多种的植物提取物、玻尿酸等等的成分。全成分看起来也是很不错，也很适合敏感肌使用。它的质地是偏凝胶状，有点偏咖啡色，里面也是有一些植物的碎片，有一点像刚刚的 Maxun Master 的洗面乳哦，使用的感受也蛮类似。它的清洁力也是属于不错，但是又会有保湿感觉，不会拔干，很温和。清洗的时候也会有洁净感，我觉得它的洁净感也是比较刚好的，会比 Hamish 的那款洗面乳再干净一点。但是其实我刚刚分享那2款的洗面乳，清洁度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了，都是属于比较温和又有一点清洁力的。它是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的添加，闻起来会有一点点药草的味道，有一些植物的香气。那这款也是我去年用到很喜欢的一款哦，推荐给你们。好，最后洗面乳还是有精选的部分哦。其实好用的洗面乳还蛮多的。那去年觉得比较深刻的是这款 Fuso 的。这款是抹茶洗面乳，
这一款是积雪草洗面乳，这两个都很好用。积雪草这一款会更温和一点，它的去油能力会再弱一些，而且它的内容物是白色，流动性是比较强，所以我会建议平常是这样子放会比较好，不然你打开它可能就会冲出来了那个洗面乳。目前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用，只是抹茶这一款洗面乳我会比较常用，因为它的去油能力会比这一款好一些，它也是属于比较温和。我觉得跟刚刚的 S&G 绿茶的洗面乳比较起来，虽然成分都是类似的，但是我觉得它们的清洁度有一点不同。Fuso 这一款会再温和一点，它也是有洁净感，但是冲水的时候它会比较滑一点，它的保湿度会比较好。如果喜欢清洁感多一点的话 S&G 这一款会比较好一些，但实际上也没有差太多，就给你们参考。那这两款呢，之前在 Fuso 的那一集就有详细分享过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回那一集哦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这两款的成分几乎都是绿色等级，也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成分都是很好的。虾皮就有他们的官方网站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哦。看到这里的朋友们，给你们掌声，因为今天有抽奖啊！今天要抽的是这个 Purito 的橄榄卸妆油，噔噔。好，我会送出1瓶哦，抽出1位幸运者，一样在我的 IG、Instagram 的抽奖文楼下留言加按赞，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抽奖活动咯。大概抓1周的时间，会在我的 IG 里面公布，大家记得要关注我的 IG，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找到我的信息啦。因为我的抽奖通常都是在 Instagram 里面。好，那以上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